呀，当年看风水说这块坟地很难找的，是一个好穴。不错，这块穴叫蜻蜓点水穴，穴长3丈4，只有4尺能用，所以棺材不可以平葬，一定要法葬。了不起，就说法葬，是吧？什么叫做法葬啊？是不是法国式葬礼啊？所谓法葬，就是竖着葬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那个看风水的说过，先人竖着葬，后人一定罢。那灵不灵呢？没想到任老爷却直摇头。原来这20年来，他们家的生意不仅没得到丝毫的庇护，反而越来越拉稀。而英叔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。我看那个风水先生跟你们任家有仇啊！有仇？老太爷生前是不是跟他有什么过节？原来这块地是风水先生自己的，任老太爷知道这是一个好穴，所以才逼迫风水先生将这块穴卖给自己。不一会儿，英叔就看出不对劲儿的地方。所谓蜻蜓点水穴，就是要雪花盖顶，而任老太爷的棺材上撒满了洋灰，风水先生也还算有良心，让他们20年后来迁坟，否则任家世世代代都要倒血霉。不一会儿，树葬的棺材就被挖了出来。各位，今天是任公威勇重见天日，凡年龄36、22、35，还有48，属鸡属牛者一律转身回避。属牛属鸡者转身回避之后，便可以起钉开棺。谁知就在棺材被打开前，树上的鸦雀突然开始乱飞。英叔知道这不是个好兆头。果然，棺材打开后，一股浓浓的黑气就从任老太爷的尸体上冒了出来。英叔一看就知道这是十分危险的征兆，于是就提议将任老太爷就地火化。火化不行，先父生前最怕的就是火，我不能这样做。任老爷，不火化会有麻烦。怎么都行，就是不能火化。英叔见任老爷执意要保存父亲的尸身，只好将棺材先运往自己的义庄保管，待明天英叔再去为任老太爷寻找一个好的墓穴，好让他安息。任家人离开之后，英叔让自己的2个徒弟去给附近的坟墓上香。上香的过程中，秋生遇见了一尊女墓，墓主人年仅20就死了。秋生见他墓碑上的照片生得貌美如花，于是忍不住发出了一阵惋惜。可就在秋生离开时，背后传来了一声谢谢。秋生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怎料女鬼又说了一声，秋生吓得掉头就跑，结果不小心撞到了文才。文才那边遇到了一点情况，他手里拿的香烧成了2短1长。你看看怎么烧成这样？走，快去告诉师傅。人最怕3长2短，香最忌2短1长，偏偏就烧成这个样子。英叔预感会有大事发生，而且还是命丧黄泉的大事儿。是不是任老爷家里？难道是这儿？文才原本抱着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，但一想到任婷婷可能会有危险，他又担心起来。随后2个徒弟将棺材打开看了一眼，发现任老太爷的尸体发福了，指甲都变长了。英叔让他们赶紧将棺材盖起来。任老太爷喉咙里含着一口气咽不下去，所以才会变成僵尸。英叔让2个徒弟拿来黄纸、红笔、黑墨、菜刀、木剑，并杀了一只小鸡儿，将他的血和黑墨混到一起，然后2个徒弟将鸡血掸在棺材上。可好不容易暂时缓解了尸变，新的危机又来了。这天，秋生深夜骑车时，突然震惊地发现，不远处有4只鬼抬花轿。起初他以为眼花了，殊不知花轿里坐着的红色嫁衣女鬼，正是秋生上香时遇到的那个小玉。小玉看上了秋生，想要和他一起回家，于是从花轿里跳了出来，并跃到秋生的自行车后座上。秋生毫无察觉，好在回家的路上有一根树枝挡路，秋生一低头躲过了，小玉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。而此时的义庄里，文才睡得跟死猪似的，怎料一只枯槁的大手呢从棺材里伸了出来，任老太爷变成僵尸了。他试图打开棺材，从这里爬出来，好在文才和秋生掸上去的鸡血绑住了棺材。正在睡觉的英叔听见响动后，立马走过来查看情况。此时任老太爷已经安静下来。英叔来到文才的房间一看，才发现他不小心将木架踢倒了。英叔还以为响动是从文才的房间里传出来的。睡得像个猪似的，这种人开义庄最合适了。第二天，英叔带着2个徒弟来到任家，英叔进去和任老爷商量迁坟的事儿。2个徒弟见任家小姐婷婷在插花，就走过去和她搭讪。这时，任婷婷的表哥阿威走了过来。你们2个干什么？鬼鬼祟祟想偷东西啊？哎呀，还靠近我的妹妹，你想揩油啊你？阿威也喜欢婷婷，所以将2人赶了出去。没成想临走前，文才偷偷拔了一根她的头发，2个人将阿威的头发包在一张符纸里。你快吞了它啊！我吞？当然了，头发是你拔的吗？那你吞了它之后，就可以跟它合为一体，那时候你怎么整它都行了。来，文才将符纸吞下后，就可以控制阿威的行为。只见文才给了自己一耳光，里面的阿威也赏了自己个大逼兜。这一幕，婷
婷婷都看懵逼了。随后阿威竟当着他的面把自己衣服扒光了，婷婷被吓得大声尖叫起来。正在谈事情的英叔和任老爷听到动静后走出来查看情况，见阿威居然做出这种举动，任老爷只表示失望至极。原本还考虑要不要将女儿许配给他，这下倒是断了这个念头。而英叔一看就知道怎么事了，他来到外面抓住2个捣乱的徒弟，一拳将文才肚子里的符纸打了出来。到了晚上，任老太爷的棺材不停地晃动，这次棺材直接被他干碎了。任老太爷刚从里面出来，就吸了一头羊的血补充体力，或许是血亲的血对他更有吸引力，所以任老太爷来到任家，并找到儿子房间。此时任老爷还在算账，突然间门就被自己的老子给破开了，任老爷吓得大声尖叫。谁知任老太爷直奔他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全城都知道任家发生了命案。阿威作为探长来到任家查案，这时英叔也带着2个徒弟走了进来。他掀开白布查看了一下尸体，任老爷脖子上的血窟窿一看就不是寻常凶器所为。英叔怀疑任老太爷变成僵尸了，于是让2个徒弟赶紧回义庄瞅瞅。魏少爷，任老爷让什么凶器杀死的？当然是让枪打死的了。哪一枪都打中脖子。阿威只好改口说是让飞镖给干死的，可现场没有发现飞镖的痕迹。你聪明，你说他是怎么死的？说啊。我说，他是让手指甲插死的。阿威一看英叔的手指甲这么老长，于是干脆将任老爷的死嫁祸在他头上。英叔就这样被抓了起来。这时2个徒弟赶了过来，师傅，棺材咋了？尸首不见了。师傅，被捕了。英叔让阿威给自己点时间，他想和徒弟说2句话。按照现在的状况来看，今晚一定会出现2个僵尸，一个是任老太爷，他要吸血的话，第一个要找的很可能就是任婷婷，因为他是任老太爷仅剩的血亲了，而另一个则是任老爷。任老爷让僵尸杀死了，尸毒入心，他也会变成僵尸的。哇，他们父子俩联手了。英叔让秋生晚上带上道具来衙门找自己，文才则负责保护婷婷。怎么保护他？遇到僵尸千万憋着气，这样就没事了。憋着气啊！这时阿威过来将英叔拉走了。到了牢里后，阿威便打算对英叔进行严刑逼供。英叔不承认自己杀了人，阿威就打算在他身上烫个奸字。不过他还算有些良心，烫之前还让人在英叔的胸前垫了一张猪皮。这个是奸字，如果你的胸口不想像这块猪皮这样烙上这个奸字的话，那你在天亮之前就要把你的供词给我想好。英叔告诉他，如果天亮之前不把自己放出去，那么一切后果你来承担。阿威没想到英叔这个时候还威胁自己，他让人将他拖下去之后，来到任老爷的尸体前，保证自己一定会找出真凶，帮他报仇。见任老爷的眼睛一直睁着，阿威主动帮他合上。想不到阿威刚站起身，任老爷眼睛就睁开了，看来是死不瞑目。到了半夜，秋生便翻墙进来。东西带了没有？带来了，鸡血、黑墨、黄符、墨斗、糯米呢？带来了，还热着呢。师傅，趁热吃。英叔脸都要气绿了，我要的是生糯米，你小子多此一举，居然给煮熟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喂他吃了行不行？就在师徒2人说话间，任老爷突然坐了起来。英叔赶紧将鸡血和黑墨混在一起，并在符纸上画了符咒。快把符贴他头上。师傅，他不见了快去找他啊！去呀！秋生虽然很害怕，但还是不得不遵照师傅的旨意去做。看到一道黑洞洞的小门时，秋生以为任老爷就躲在里面，于是冲过去将符纸贴上，谁知里面竟是一面镜子。这时任老爷突然从镜子后面冒了出来，他一把将秋生举起来扔在地上，随后又冲上来攻击秋生。好在秋生的弹跳力非常 OK， 否则又要被任老爷抓住脚腕。随后他将符纸贴在任老爷的头上，任老爷终于不动了。这时听着动静的阿威带人走了进来，秋生立马躲到桌底下。阿威进来看见任老爷就这么水灵灵的站着，也没多想。怕什么？他是我表姨父，自己人吗？快把床弄好。是。阿威和属下把任老爷抬到床上，这时他看到秋生搁那边动了一下，于是就以为有人搬动了任老爷的尸体，他就举着枪去抓小偷。为了让任老爷看清自己怎么智斗小偷，阿威还将任老爷头上符纸撕了下来。别把符撕下来啊！阿威对着秋生的方向开了一枪，秋生看到任老爷已经出现在阿威身后，于是就小心提醒他，小心你后面。我后面是我表姨父啊！
下一秒，阿威又疼得骑到了任老爷的脖子上。就在任老爷想给他做个绝育手术时，他又尖叫着跳了下来。这时，秋生从背后袭击了任老爷，随后来到阿威身边，一把抢过他的枪，并对着任老爷砰砰2枪。可惜这样的物理攻击对任老爷根本没有用。就在秋生拉着阿威逃跑时，任老爷一把抓住了阿威的腿。秋生见状，举起个桶砸了过去，没曾想砸中了阿威。随后，秋生拿起火炉中的烙铁，并让阿威蹲下。结果阿威被什么东西戳中了屁股，猛地站起身。于是秋生在他胸口烙了一个尖字。趁着秋生和任老爷打在一起，阿威立马去拍门。开门呐！任何人叫门我都不会开的。哎呀，我是你们队长阿威呀，快开门呐！快点啊！谁知小兵打开门后一瞅里面有个僵尸，吓得立马把门关上了。这时任老爷又向阿威袭了过来。救赎啊！快救命啊！快把钥匙扔过来！阿威立刻将钥匙扔了过去，随后秋生跑了过来，给任老爷贴了张符纸。不料阿威一个大喘气将符纸给吹掉了，仨人只好一起憋气，以防任老爷攻击自己。英叔实在憋不住了，于是掐了阿威一把，让他痛呼出声。任老爷立马去攻击他了，秋生趁机帮英叔解开了牢门。眼看阿威就要被任老爷抓住，师徒俩赶紧用墨斗拉出了一条带着鸡血的线，任老爷撞到线上，犹如被火烧一般。秋生用桃木剑刺穿了他的胸膛，最后放了把火将他烧了。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为了保护婷婷不被任老太爷咬，文才正用望远镜暗中守护对方。谁知他稍微移动了一下，就看见任老太爷往门口跳了过来，随后大门扑隆一声被推倒在地，文才赶紧关上里面的小门。不用怕，我保护你。没曾想任老太爷进来后，文才害怕的躲到婷婷身后，任婷婷拉着他躲进房间里，他们在衣柜里憋住了气儿。任老太爷似乎对血亲的血有什么执念，非要找到婷婷不可，于是在房间里撒么一圈。二人以为任老太爷走了，因此放鼻子开始大口喘气儿。不料任老太爷撒了个回马枪，一下子将柜子给捅破了。二人立马憋住气，文才实在憋不住了，于是对着竹筒呼吸一口，任老太爷一把将竹筒打掉。文才见状，机智的往任老太爷的鼻孔里塞了2根棉签，果然找不着气息了。现在别说喘气了，唱歌都可以了。谁知僵尸还会打喷嚏，任老太爷一个喷嚏将鼻孔里的棉签喷了出来。他又开始追逐二人。好在这时英叔及时赶到，英叔和秋生配合用墨斗对付任老爷。被染了鸡血的线碰到之后，任老太爷犹如被火烧一般。文才帮忙！就在文才准备将线弹到任老太爷身上，任老太爷突然跳了起来，掐住文才的肩膀。英叔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他们分开。随后英叔将线拉成一个网，并让秋生将任老太爷引到网中。任老太爷被网线攻击一圈之后，转身逃走了。有没有人受伤？没有啊，师傅，文才受了伤，他会不会变僵尸啊？有可能啊。阿威一听要用枪打死文才，好在英叔及时阻止了他。我是说有可能，发现的早还有的救。怎么救啊？什么方法？用糯米救他。糯米可以吸走他身上的尸毒。英叔不放心婷婷一人在家，便让他搬到义庄去住。为了防止文才变成僵尸，英叔在床上铺了一层糯米，并让文才一天24小时在上面跳，光外跳还不够，还得内服。于是英叔让秋生去镇上买50斤糯米回来。没成想米铺的老板是个黑心商人，在糯米里加了粘米。秋生从镇上回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此时小玉再次出现在他身后，为了引起秋生的注意，小玉故意让一个打更男人欺负自己。秋生一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，于是上来把打更的暴揍一顿。你胆子真不小，光天化日，不对，大街小巷调戏良家妇女，是他，你不用解释了。打更的见小玉浑身散发着阴森之气，于是一溜烟跑了。秋生好心的将小玉送回了家，可家里除了小玉之外空无一人。秋生见小玉生得美若天仙，便开玩笑说：“你以身相许吧。”怎料小玉将他的话当真了。请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小玉站起身去里面拿了套睡衣，邀请的意味再明显不过。秋生这才意识到自己玩大了有点，于是他走上前对小玉说自己是开玩笑的，要是下次有缘的话自己再来找他。说罢一溜烟跑了。如果要我留下，除非是天意了。而他还没走出院子里，天上下起了倾盆大瓢，看来还真是天意。于是秋生留了下来。小玉邀请他进屋喝杯酒，喝着喝着，二人滚到床上。到了半夜时分，秋生醒来一次，他还惦记着要带糯米回去给文才煮粥喝。雨停了，我走了。结果话音未落，雨势又大了起来。第二天清晨，文才才从梦里醒来，发现自己指甲变长了，连脚底下糯米都变成了黑色。文才生怕自己真的变成了僵尸。这时阿威带着人走了进来，文才害怕他把自己毙了，于是偷偷将指甲剪掉。这时偶然间看到镜中的自己，怎么会变这样？
文才决定给自己化个妆，掩饰黑眼圈。他出来时，阿威正在和英叔讲话，看见文才活蹦乱跳，阿威这才放下心来。这时，秋生抱着那袋加了粘米的糯米走了进来。英叔见他精神不济，像吸干了阳气一样。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没有啊，到隔壁村子去了。英叔看见他脖子上小草莓，坚信他一定遇到了脏东西，很可能是一只艳鬼。秋生没有精力回答他的问题，躺在椅子上睡着了。秋生再次醒来时，天色已经渐晚。由于呢昨晚尝到甜头，所以着急忙慌，火急火燎去找小玉。英叔赶紧穿上道袍，紧跟其后。他见秋生来到一户人家，一进去和女人抱在一起，谁知小玉被一弹就弹飞了。秋生拉开衣服，发现师傅在自己身上画了个符。你快点把它擦掉啊！不要擦呀，混蛋！一人一鬼再次缠绵到一起。小玉察觉到英叔走了进来，于是吹了口气儿，让秋生晕倒了。随后和英叔打斗在一起。小玉将自己头和身子分开，一前一后攻击英叔。英叔用一把铜钱剑刺中了他的头。小玉知道自己不是英叔的对手，于是就将秋生摇醒，并用障眼法让他将英叔认成了阿威。见阿威敢打自己的女人，秋生站起来给他暴揍一顿。小玉趁机逃跑了，秋生这才清醒过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做梦！你让鬼迷住了。哎呀，我也想到了。哎呀，幸亏发觉的晚。晚？如果不是我救你啊，你已经精尽人亡了，还说晚？师傅啊，就因为晚，所以才享受到温柔。要是早发现小玉是鬼，他就不能这么风流快活了。气得英叔给了他个脑瓜崩。英叔就这么俩徒弟，结果一个中了尸毒，一个被鬼迷了，一时间真是有点懵了。为了将女鬼铲除，英叔将秋生绑在椅子上，自己穿着一袭道袍等待女鬼到来。到了月黑风高之时，女鬼果然出现。英叔和女鬼大战了800个回合，期间文才已经变成了僵尸，他站起身开始攻击秋生。秋生被绑住了手脚，无法动弹，只好拼命呼叫师傅来救我啊！我正在救你啊！英叔一心投到了和女鬼的战斗中，完全没有注意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倒是小玉注意到秋生有危险，于是冲进去拉开文才。这时英叔也追了进来，满脑子只想着对付小玉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已经尸变的文才。直到文才攻击他，英叔一边忙着对付文才，一边还要追逐小玉。小玉想迷惑秋生跟自己一起走，英叔追过来将道袍盖在他身上，小玉顿时像被火烧的火急火燎的。师傅不要，怎么说他都救过我。如果你现在出手，他就永不超生了。最终，英叔决定将决定权交给秋生。秋生或许是真喜欢他，于是他将英叔的道袍从小玉身上拿了下来，并放弃离开了。英叔这时候想起来，里面还有个大麻烦啊！怎么会吃这么多糯米都不行呢？英叔一看，发现糯米里掺了粘米。第二天，英叔让文才在糯米汤里泡个澡，文才的师徒这才被治好。这时，阿威来到义庄，并告诉英叔，僵尸又出现了。英叔让几个人在院子里撒满了糯米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大门被任老太爷干坏，几个人立马将里面的门关了起来。任老太爷一脚踩在糯米上，脚底板瞬间被烫伤。聪明的他来到房顶，并从天窗里跳了进来。等文才反应过来，还有一个天窗没有堵住时，任老太爷已经出现在身后。文才倒霉呀，又成了任老太爷第一个攻击对象。他先是被捏着，直接从楼上摔了下来。英叔和秋生立马赶了过来，本想用染了鸡血的线对付他，任老太爷却像看得见一样往后退了几步。英叔举起一把大刀砍中僵尸的头，结果头像铁一般坚硬，挨了一下一点感觉没有。师傅，他看得见，光他眼睛。秋生拿着2把刀去戳任老太爷的眼睛，屡屡被躲开。这时，四木带着顾客出现在门口。四木见状，立马指挥顾客去对付任老太爷。可任老太爷境界比顾客高多了，立马将他们打倒在地。这时，英叔突然从背后拉住任老太爷的脚，任老太爷摔倒之后，3人合力控制住了他。快用水把他的僵尸气吸出来！快呀！见阿威迟迟不敢，任婷婷主动请缨，表示自己来，但就要碰到任老太爷时，太爷突然挣脱开束缚，紧紧抓住婷婷。后面3人立马过来将他们分开。四木用吊灯砸中了老太爷，吊灯里的煤油被打翻，火势蔓延到老太爷身上。秋生见状，一个酒瓶砸向他，任老太爷就这样被烧成灰烬。这场人与僵尸的大战也终于结束。不过最倒霉的还是四木，因为他的顾客也随着任老太爷一起被烧没了。